就在前2天，号称华尔街神算子的 Tom Lee 与 ARK 投资的 CEO Cathie Wood 进行了一次访谈，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以太坊将会翻转比特币，成为市值最大的加密资产。这个言论一出，引起了市场的轩然大波，各路英豪都纷纷对 Tom Lee 的观点进行了评论。那么 Tom Lee 是什么人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华尔街神算子的称号以外，他还是2014年基金策略 FundStrat 的联合创始人，最近加盟 Bitmine 比特矿，并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致力于将 Bitmine 改造成一家以太坊的数字资产储备公司，或者叫数字资产财库公司，目标瞄准以太坊总发行量的 5%。 所以很显然他长期看好以太坊，以他的身份来讲的话是有利益冲突的，这也是很多人怀疑他的看法不公允不客观的原因。今天这期视频里面，我们对一些主要的观点进行一个综述和点评，最后我再发表我自己的观点。注意，对此事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Tom Lee 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市值的水平下，比特币的市值大概是以太坊的 4.6 倍，是将近5倍吧。所以如果以太坊要超越比特币，或者说翻转比特币，那么它的涨幅要比比特币多出4倍以上，这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么 Tom Lee 他提出这种观点，他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所以他其实讲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做了一个类比，说比特币是数字黄金，以太坊是数字石油，这是第2个观点，就是他把它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华尔街和黄金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类比，是比特币是数字黄金，而以太坊是链上华尔街。所以数字黄金在退出货币的舞台以后，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价值储藏的工具，而华尔街的飞速发展使得华尔街的市值大幅度超过了黄金。在 Tom Lee 看来呢，以太坊就是链上的华尔街，所以以太坊将来因为它承担了华尔街的功能，特别是 RWA 真实世界资产的上链以后，承载了这个功能，这一部分将给以太坊带来巨大的财富增值。基于这种观点， Tom Lee 认为长远看以太坊一定会翻转比特币，成为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资产。那么针对这种观点呢，市场上就有正反2种观点，一种是支持 Tom Lee 的看法，一种是反对他的看法。那我们先说反对他看法的这一方。所以这一部分人大致上认为以太坊很难超过比特币，核心的论据主要是2点。第一点，比特币是2100万枚的总储量，所以比特币的发行量是恒定的，它不存在通胀机制，而以太坊没有硬性的发行限额，所以它有可能存在通胀。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它有这个 gas fee 的燃烧机制，甚至是存在一定程度的通缩，但是对它没有刚性上限，所以理论上讲它有可能有通胀的空间。这是一个主要的论点。第2个论点就是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它的地位是无法动摇无法替代的，而以太坊作为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平台，它是有很多潜在竞争对手的，甚至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 Solana 或者 BSC， 他们可能在性能上是超越以太坊的，这也是这几年以太坊的涨幅不及比特币的原因。所以最主要基于这2点，很多人认为由于比特币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所以很难有其他的币种可以超越它，而以太坊则不然。那么支持以太坊翻转比特币的观点呢，也有一些理由。譬如说有些人赞赏 Tom Lee 的观点，就是以太坊是链上华尔街，所以它未来可承载的金融功能太多了，它完全有理由去超越比特币。在这个意义上讲，以太坊就是未来链上金融的整个基础设施，所以这是一种观点。第2种观点，有很多人认为，虽然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有很多竞争性的公链，包括像 Solana 或者 BSC 这样的公链，它的 TPS 可能比以太坊要高很多，但是由于他们的设计机制不一样，有些是公信力不够，有些是去中心化程度不够，所以背后的底层结算系统依然是依赖以太坊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快速的入口，方便用户去进行日常交易，但是背后的大宗结算系统依然是走的
以太坊的底层。在这个意义上讲，以太坊是一个区块链上的底层结算系统，其他的公链看起来是它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很多公链的功能将来可能沦为类似于二级链这样的功能。第三种观点，有人认为以太坊其实它是一种制度安排，所以你看其他公链看起来是竞争者，但其实其他公链像产品端，而以太坊是制度端，所以长远看以太坊的胜出是没有悬念的。那么正反双方的交锋可以说是非常激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综述。那这里我们就撇开各条公链的技术细节不谈，大家可以到网上很容易就找到相关的资料。我主要讲一种分析框架，我在以前的其他视频里面也有提到过。用我的分析框架，我赞成 Tom Lee 的观点，就是以太坊长远看是有可能翻转比特币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我说以太坊有可能翻转，是基于我讲的资产价值的分析框架。看过我其他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前面提出过一个资产价值的普适性的分析框架，就所有的资产价值我们都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内在价值，第二个层面叫情绪价值。那么内在价值传统意义上理解就是一个资产的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的贴现，就是说它可以有实用的功能，这些实用的功能是可以用真实世界的货币来计量的，因此它是可以估值的，这个就是内在价值。第二部分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指的是由于市场的情绪，例如恐惧、贪婪这些东西驱动的资产价格的波动。那么用这个东西来衡量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比如说情绪价值它是由恐惧和贪婪这些情绪因素来驱动的，所以一个资产它要有高的情绪价值，核心就是依赖于共识，就是如果这个资产的持有者或者全社会持有者和潜在持有者对它有大的共识，它就价值很高，共识越大价值越高，共识越持久它的价值越持久。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是非常赞赏比特币具有高的共识，并且具有持久的共识。只要我们谈到区块链，所有人都绕不开比特币，所以比特币是区块链上最大的共识，也是可持续的共识。因此比特币具有非常高的情绪价值，但是比特币的内在价值很低，原因是中本聪最开始将比特币设置成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也就是说它核心是用来支付的，但是很明显比特币并不适合用来支付。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以前也讲过，根据我们金融学当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但凡一个有高度共识的资产，大家都想持有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称为良币。良币它天然的倾向是退出流通，因为良币一旦到你手里，你认为它会升值的话，你就会把它囤起来，而不会把它花出去。所以比特币天然不适合作为一个支付工具。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再加上它价值极度的不稳定，每天一个价格你怎么支付，对吗？所以中本聪最开始设计的一种电子现金系统，它基本上很难履行电子现金的功能。虽然它解决了双花的问题，它是可以用来支付的，但在现实世界当中，作为现金的接受程度很难达到普世意义上的接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电子现金系统，比特币它已经没有使用价值。那么它上面又不能承载智能合约，因此它没有生态的功能，所以比特币没有内在价值，或者说有极低的内在价值。但是它有非常大的共识，并且有持久的共识，所以它有非常大的情绪价值。因此由于它是革命，所以它具备了天然的高共识、高情绪价值。这样的话比特币可以有很高的市值。说它是数字黄金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当你把它比喻成数字黄金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已经限定了它的上升空间。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作为货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后它经历了长达10年的暴涨，市值增长很快。但即使如此，黄金今天的市值仍然难以媲美真实世界的金融市场，所以它已经远远的被华尔街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讲， Tom Lee 的看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比特币它是仅具非常低的内在价值，但是它有极高的共识，所以它有高情绪价值，是数字黄金没有问题。
但是我要讲的是，以太坊它也具有极大的共识，它的共识仅次于比特币，所以以太坊也具有极大的共识，并且也是持久的共识。因此，以太坊也具有很高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以太坊作为智能合约平台，它可以承载应用项目的开发、底层支付结算、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华尔街或者链上华尔街等等各种综合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内在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华尔街有相当的功能搬到链上，真实世界资产 RWA 相当一部分上链，那么这样它给以太坊生态上贡献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在以太坊上，这个生态越来越完善，整个以太坊的系统产生收益的机制也越来越多元，因此它的内在价值会不断的提高。所以由于它有内在价值，同时它也拥有整个区块链上极大共识和持久共识，它是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双高。在这个意义上讲，以太坊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币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悬念的。所以我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支持 Tom Lee 的观点。但是我还讲了第二句话，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区块链在它的早期还没有得到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绪价值来驱动的，也就是由共识来驱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说黄金那么稳，为什么数字黄金比特币暴涨暴跌？我们如果看波动率，比特币的波动率比黄金的波动率要大得多。为什么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目前看起来它没有像黄金那样的避风港功能，相反它暴涨暴跌波动太大？因为在区块链的早期，全社会的共识虽然很大，但是它是小范围的共识，还不够稳定。它不像黄金是老少咸宜，妇孺皆知，从政府到民间每个人都接受它。那区块链现在还没做到这一点，是小范围的共识，所以这共识极不稳定，导致它暴涨暴跌，主要是靠情绪价值来驱动的。在靠情绪价值驱动的年代里，比特币是最大的共识，所以它的价值是最大的。只有当区块链完全被社会所接受，全社会都认可区块链已经成为 Web 3.0 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并且已经解决了量子计算所带来的加密体系的威胁以后，区块链终将上升为全社会的共识。到那个时候，靠共识的驱动可能就退居第二位，内在价值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到那个时候，以太坊很有可能终将毫无悬念地超越比特币，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资产。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用自己的分析框架得出来的结论。当然我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认可 Tom Lee 他们这些人对以太坊的内在价值和功能的肯定。就如果你认可以太坊将来可能会成为底层结算系统，成为金融基础设施，成为链上华尔街的话，那么当区块链正式成为整个社会金融基础设施的底层技术时，情绪价值的潮水终将退居第二位，而内在价值将走上前台，驱动以太坊成为最值钱的链上资产。我这个观点不知道是否吻合你的想法，或者说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咱们一起讨论，共同提高。下期再见。